此时陈志民的心中已然恐惧到了极点，是他父辈、祖父辈便为破亲会拼死卖命，他才有了成为书生的机会。而他为了能够从众多书生中间脱颖而出，从小便读万卷书，吃苦中苦，过去几十年可谓披荆斩棘，披星戴月。眼下自己落入叶晨手中，而且叶晨已经安家多数人，似乎都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己的命，这让他有了一种濒死的绝望。强烈的求生欲驱使他哭着说道：晨儿，你既然知道破亲会如此多的内幕，定然也知道我们这种人的悲惨命运，若不是形势所迫，我也不愿助纣为虐，为破亲会效力。我求你看在我与你小姨夫妻一场，还有了夫妻共同的骨肉血脉，饶我一条狗命，只要你愿意饶我不死，以后我就是你在破亲会的眼线，破亲会的一举一动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这样也算是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总比杀了我要强啊。叶晨微笑道：你与我那个小舅妈应该都是同门师姐弟，她那次在纽约设局，让破亲会杀我外公全家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想过，你与我小姨是夫妻一场？你怎么没想过，我外公视你如己出，对你恩重如山？陈志民一下子无言以对，那次的事情他自然是知道的，于是他不敢有任何隐瞒，哭着说道：晨儿，那次是因主要你外公外婆全家性命，我们也是听命行事，我与你小舅妈都是随时要被牺牲的陪衬。当时之所以没让我同往，是因为英主觉得将安家灭门之后，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手安家的产业，这一点我一个男性自然比你小舅妈合适得多，所以才决定让我借故留下。叶晨点点头，不管怎样，你在安家人的性命面前选择了效忠吴飞燕，单就这一点你就已经死不足惜了。陈志民连忙道：晨儿，留我一命，对你有益无害啊，我留在破亲会做卧底，能为你做的事情有很多，我死了，对你对安家绝对是一个重大损失。叶晨笑道：你想留在破亲会做我的卧底，可你没想过吴飞燕会不会答应？陈志民疑惑地说道：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吴飞燕怎会知道？叶晨冷笑道：你不知道吧？吴飞燕已经在来纽约的路上了。什么？陈志民惊骇不已地问道。哦不，吴飞燕来纽约了。对，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：我要在吴飞燕来之前杀了钟永博，钟永博如果死了，唯独你一个人活着，吴飞燕一定会找你问清一切。陈志民立刻伸出右手，虔诚地说道：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提起你半个字。叶晨冷笑道：钟永博或许并不精通心理暗示的术法，但吴飞燕绝对精通，他自然有办法让你说出一切。与其让你去吴飞燕面前暴露我的消息，不如我连你一并杀了，给吴飞燕一个更大的惊喜。陈志民惶恐至极，脱口道：你不能这样，这不人道。叶晨讥讽道：对付你这种人，最不需要的就是人道。说罢，叶晨看着陈志民，几许灵气没入他的大脑，冷声道：陈志民，从现在开始，我问你什么，你便答什么，不许有半分保留，我让你做什么，你便做什么，不得有半分忤逆，你听懂了吗？陈志民眼神恍惚片刻，随即表情坚定地说道：我听懂了。叶晨问他：我问你，为什么在我父母死后，破亲会还不收手，反而将你和我那个小舅妈安插到我外公家来？陈志民摇了摇头：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父母去世那一年，我们就已经收到了培训任务，一共有将近60名书生参与培训。培训的目的就是将来能成功与你小姨以及你小舅结合，但英主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们并不知道。叶晨皱紧眉头，又问：吴飞燕让你们在我外公家隐藏了这么久，为什么忽然翻脸要把我外公全家都杀掉？陈志民一脸茫然地说道：这个我也不清楚，从我推测，可能是想让我顺利接手安家，一旦安家人全部去世，我接手整个安家，那安家就等于是破亲会的了。叶晨摇了摇头，
不可能，连我都把钱放在眼里，吴飞燕更不可能。他这么做，一定还有其他原因。陈志民道：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其实能够得到的消息很有限。组织把我们送出来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入室生活，与组织的联系都是通过秘密渠道进行。从我们离开组织的那天开始，我们就没再回去过。所以英主到底怎么想的，我也不清楚。叶晨微微点头，想搞明白破青会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，投入这么大精力针对外公一家。指望陈志明是没戏了，只能将来再找机会探求真相。今日自己最重要的事情，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放弃追究周良运责任之后，将他平安从医院带走，同时再找个机会将那位钟永博干掉。至于陈志民，杀他不过就是勾勾手而已，完全不足挂齿，剩下的事情都可以从长计议。于是他思忖片刻，一个计划已经在心底萌生。于是他便对陈志民下命令道：你帮我调一架直升机，然后跟曼哈顿医院的负责人打个招呼，告诉他几个小时后，你的直升机会降落在曼哈顿医院顶层的停机坪接一位病人，让他做好安排。陈志民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好的，直升机简单，我现在就可以安排。叶晨嘱咐道：让直升机待命即可，剩下的听我吩咐。陈志民下意识点点头，好的，我来安排。叶晨又问他，发个信息给钟永博，告诉他你刚刚得到可靠的内部消息，再过2-3个小时，法院有可能到医院宣布周彼得无罪释放。到那个时候 FBI 应该就会撤走，让他耐心等待这个机会，不要盲目动手。陈志民立刻照做，给钟永博发了一条短信。病房里的钟永博看到短信，顿时惊喜不已地回复道：志民，这个消息属实吗？陈志民按照叶晨的要求回复：100%属实。钟永博只需稍安勿躁，多等片刻，一定会等到最佳的动手时机。好，钟永博不假思索地说道，那我就等他无罪释放之后，再对他下手。